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是心脏，他是这个脑血管阻塞。诶，为什他们年轻人么是虽然这里呢？我们脑有两个主动脉，就是主要的嗯血管供那个血液去到大脑的。诶，尤其是我们的耳朵，你在拉去后面哈，它会痛痛的那两个地方，就是主要的大血管去我们大脑的。如果那一边开始阻塞的话，你就会中风。它可能会在某个地方中风，可是你这里开始已经阻塞的话，会很危险。可能中风会猝死的那可是个我们也不情况。知道是自己有没有这种的状况，是不是？我们检测不到，对不对，对？很多时候是不懂，但是如果是脑的话，我可以跟你说，你们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。谁想要学？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低头族啊，他们整天看手机呀、或者是有时候看电脑很多。而是因为然后同一个姿势。对，每一天都是低头的姿势，坚持太久的话，你这里的那个头啊，我们的脊椎骨，我们的颈项的骨头是微微弯一点点啊，仰回来。但每一天你都是这样子45度的话哈、它那个主要的血管呢，它也会压迫，就好像我们的水喉啊，本来它是很通畅的嘛，你帮它压的时候，它是不是水流量会比较压到会那个压力很厉害，然后嗯。血又不够供应给我们的大脑，所以我们的大脑会开始缺氧。你这样子的一个姿势低头族超过45分钟或是2个小时，你会开始头晕，或是你的头会很胀啊。我们说，然后有些人可能会长期的话就有头痛啊，或者是很累啊，你的脑不清晰，会时常就是很难去集中这样子的情况。所以我们如果就算是要对住手机呢，或者是你的电脑，最好是把它抬高。这样子。不是有一些网红吗？他们21岁，每一天晚上都不睡觉，然后整天对着手机跟电脑啊，然后有些人猝死就是这样子的，血供应不到给大脑，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。就算你没有血压高，但是你也可能会中风这个是非常我们说要注意的一项问题啊。所以就算你没有血压高，也可能会中风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他会猝死的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姿势的问题啊，就让到这个血液提供不到给大脑，你的脑没有血，它就会缺氧。缺氧的话，脑是很重要的嘛。你的这个电脑的主机没有电，肯定就会整个身体会有很大的问题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的，不是老人家才会中风，年轻人也可以中风猝死。刚才没有讲到三种的血压高嘛，对不对？诶，第一种的血压高是它的上压超过140，那个是因为血管阻塞或者是心脏血管阻塞。第二种呢是下压，你的那个90啊，就我们下压就是血回来，我们身体正常是70到80，如果是超过80就是90。诶，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回来的时候，那个血回来心脏压力很大。为什么？血回来心脏是谁负责的？是我们的肾负责的。其实血压高哦，它会影响的两个器官是我们的心脏跟肾。我们的嗯。肾是一个过滤器来的，就好像你的家里哦，你的心脏就是你家里总管啊，水喉总管那个算水标那个钱的那个有一个锁头的是吧？水喉头那个是你的心脏，让你的血流去你的身体。第二个就是你家里一定会装过滤器，水的过滤器。嗯。这个过滤对。器就是你的肾脏，它也是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血压的，就是你的下压。那如果你的肾它的功能不好，比如说它的肾的细胞已经退化，或者是你吃太多高盐的食物啊，或者是呃高油的食物啊，那个油让你的肾堵塞了。就好像你的过滤器已经很多石头啊，或者是沙，它堵塞你的那个水，
它就不能够流嘛，那个水，那个你的血通过肾了之后就不能够流回去你身体，所以你的下压会超过90。诶，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原因，为什么会导致血压高？诶，这个也算是血压高。如果是肾的问题，你去吃那种血压高药的话呢，它其实没有对你有什么太大帮助，因为医生给的血压高药，它主要是让你的血管可以扩张，你就暂时可以流那个血比较顺畅。OK，但是如果你肾的问题呢，它不能够把你的血管睁开，因为你的肾的那血管有肾的那个血管是很细的。OK，那你就要开始照顾你的肾跟你的饮食。那你要怎样去照顾？等下有时间我们再讲。先讲完第三种，需要知道第三种血压高的情况吗？它就是一个 combo，就是说你的综合。血管也阻塞，你的肾也阻塞，就是你的血压上面也高，下面也高。所以总结来讲，三种的血压高就是第一种，血压上面的那个上压高，超过140，下面的正常。第二种就是你上面的那个正常，可能120，下面的那个90，你的肾功能不好。第三种就是两个都有，上压也高，超过140，下压也高，超过90。这个就是你的心血管也阻塞，然后你的肾也开始阻塞。所以，如果是肾功能不好的话，我们就要开始去调理肾啊。然后，如果是你的心血管阻塞的话，你就要去真正的去改变你的饮食。让我们摄取多一点好的这种营养元素啊，可以使我们的血管可以比较健康，还有让它修复。我刚才有看到有一个说140和65的话算高吗？140就是第一种，对，我们心血管高对，心血压血管。阻塞的算高啊。可是下压比较低，也是因为他的肾也是不好。有些人他的肾功能，如果其中一个肾哦，我们身体有2个肾嘛，诶，嗯。其中一个肾已经不好之后呢，它另外一个肾它会比较慢崩的，所以那一个就会使到它下压很低。这个是因为它其中一个肾已经是不能够 function 了，OK，它才会这个情况。65是很低，因为其中一个肾不能操作，所以另外一个肾呢，它崩得很辛苦，它一个肾操作，OK，大概是这样子的诶，情况。我还以为是他的那个65没有算很高的话，代表他的肾是很好的，就是跟他太低他也不行。跟他的哦太低不行。啊，就好哦。像血压如果是少过100，就是99，就血压低嘛。血压有血压高，有血压低，正常是100上下加5。如果是少过100，就血压低。血压低就是说你身体供血量很差，你时常会年轻轻啊，很累啊。血压低的人也有他的情况，但是现在我们讨论是血压高嘛三高。然后血压高是超过140，就是血压高。但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呢，有一点点的血压高是正常的，比如说135，你是45岁啊，你的血压是135，这个还算可以接受，因为老人家了之后，你的那个水喉啊，一定会有点点阻塞，这个是正常的啊。然后不要给它高到160、180，这个还好，还比较可以。160以上的话，通常这个人他需要吃药啊，或者是他真的要调整他的这个饮食习惯跟生活方式，他可能真的是要认真的对待了他的这个血压问题。然后你刚才说那个下面的65是吗？正常嗯。是下面的70到80，超过80就是血压高，少过70就是血压那个另外一个情况，我们不是叫血压低，是嗯。肾功能失调这样子。哦。那我想问一下问题啊，血管如果阻塞了，可以修复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要就是回顾一下你以前为什么会导致你血压高，那种饮食你就不能够继续。而且我们的血管如果要修复，它需要原料，比如说血管是什么做的？血血管它是管用。那个
肌肉做的嘛，血管会崩嘛，对不对？血管是最微的微细血管，是一个细胞一层的细胞做的，要这样说。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结合起来，就是成为我们的血管的意思吗？对对，它如果是主要的血管是肌肉做的，你的肌肉需要什么？你需要蛋白质。哎，但是油炸的东西呢，它的油呢，它会让这个血管阻塞嘛，所以你要吃好的油，你的血管也需要好的油去让这种已经堵塞的元素哦，可以去跟它拿掉。比如说我们如果厨房啊有很多油的话，你用水去洗得干净吗？洗不干净，洗不干净嘛，你用水还是一样去抹油油那个油还的。是油油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做完饭，你的桌面上有油，你用水去洗或者去抹，还是有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用什么去让这个油抹掉、抹掉？你要放一些对，清洁剂，对不对？对吗？统一的话，给我一个油，是不能够用水洗的，油不可以用水洗，油应该要用油洗。清洁剂就是一种油嘛，椰油做的，或者是其他的肥皂也是一些油，植物油提炼的，OK，所以油才可以溶解油。如果我们要去溶解这种身体里面的很粘稠的油的物质呢，比如说血脂高啊，在血里面有油的话，你就要用健康的油去把它带走。我们身体叫这些叫做好的胆固醇。其实胆固醇没有好跟坏，对我来讲，你们知道以前的人称什么 HDL 就是好的胆固醇， LDL 就是坏的胆固醇，是不是？其实胆固醇高也有分，你的是不是 HDL 高还是 LDL 高？你可以在 report 那边看得到。如果是 HDL 高，它也不是好事来的。HDL 我们讲好胆固醇嘛，好胆固醇高你就很高兴嘛。如果是 LDL 高，它是代表另外一个情况。所以我们去看胆固醇的话，就要看它的比例，因为 HDL 是让我们的身体去带兵啊。我们这个巴士要去载那些学生去学校，一开始那个巴士是空空的嘛，所以这个一开始空空的这个是什么 LDL 啊 LDL 是比较空空的巴士。然后去到我们的血管里面，把这些不好的物质包起来了之后，它就变成高密度的胆固醇脂肪酸，我们叫 HDL， 所以它才会从一个巴士变成满满的一个巴士，空空的巴士变成一个满满的巴士， LDL 变成一个 HDL， 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有关联性的，它不是说其中一个高就好，其中一个高就不好，要均衡，我们讲，主要是2:1的。总结来讲，你算你的总胆固醇的时候，那个总胆固醇是三个比例，那个 LDL 应该是比较高 ，LDL 比较多，这样子。OK， 这个就是一点点分享，所以不是说你的这个 LDL 多不好，但我们可以用这个验血报告去看。你的这个我们讲 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， 就是黏黏的那种脂肪酸，黏黏的胆固醇，很小很小颗的，是因为我们油炸的东西啊、炒面啊这种不好的油，而累积在我们血管的这种粘稠的油呢，它才会伤害到你的血管。所以这一种 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这个叫什么 VLDL 才是我们不想要的。你要去验血脂的话，讲到第3个课题咯，第一个是血糖嘛，第2个是血压，现在是血脂。你要去验血脂的话，就是要验这个 VLDL， 而不是 LDL。OK， 那你 VLDL 很高，或者是我们去量这个 triglyceride 是我们的血脂，血里面的油啊，这个就是高血脂 triglyceride。